所以我当下呢底池48500，我选择了 all in 43000。对手呢就是一副很痛苦的样子。那我想说很痛苦的样子就赢好了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会输？然后他很痛苦的样子，然后他选择跟住，然后我开了我的 J4梅花，就他竟然开出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回顾一下 EPT 赛事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手牌跟一些有趣的故事。在开始影片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EVLab 扑克实验室已经上线啦。这个网站呢非常的好，里面有很多的免费的教学文章，还有扑克新闻。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有一个会员订阅影音服务。那如果说你是订阅会员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决赛桌影片，然后我也会每个月及时的更新一些电脑软体的手牌分析，跟一些更深度的扑克手牌解析。如果说你对扑克学习有兴趣的话呢，记得到下方的链接看一下我们的 EV 实验室扑克网站。今天要讲的第一手牌呢，是在巴塞罗那第一天的赛事里面，这一场的赛事呢是一个1100欧元的比赛，那它是一个不能重买的赛事。起始筹码呢有3万的筹码量。这一场赛事呢，我上桌的时候呢，比较有趣的手牌呢，发生的是在这个400、800、800的盲注级别。首先呢，我在 hijack 位有2万8的筹码量，我选择加注一个 A2 方块。bottom 位玩家跟注，他大约有2万4。大盲位的玩家呢，大约有一个3万的筹码量，他也选择跟注。翻牌是黑桃 K， 红桃4，红桃2，底池大约是6600。大盲位玩家 check， 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决定要做。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一个3人底池下注的一个炸胡手牌选择。这边选择了下注我的 A2 方块，我选择下注2000，然后 bottom 位玩家跟注，大盲位玩家也跟注。转牌来了一张黑桃2，非常好，中了一个3条2，而且是很难能够猜出我会有这样子的范围哦。底池12600。这个时候呢，大盲位 check， 我选择下注一个比较大的尺寸。那如果说再让我选一次的话呢，我可能应该会只下注半个帕。但是呢，当下呢12600的底池呢，我选择了下注9000。bottom位玩家呢，他大约剩下2万的筹码量，然后他选择了跟注。大盲位玩家弃牌，合牌呢是一个红桃7，一个正门花。然后呢，底池大约是30600。这个时候呢，其实 bottom 位的玩家他当然会有一些同花的手牌但同时呢，他也会有很多 K 的组合。那我认为 K 的组合呢，他应该都不会弃牌毕竟底池已经3万，然后他只剩下1万的筹码量，所以呢，我的价值下注的范围呢，我觉得任何的同花、任何的3条、任何的 full house， 我觉得都可以选择下注。所以当下呢，我选择了 all in， 然后呢，他想一下呢，他选择了跟注，因为我就先开牌嘛，我是 A2 方块，我是3条，那当然就输了。那实际上他是要开牌我是没有要求啦，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赢了嘛，然后他已经出局了。但是牌桌上的玩家说，不行他要开牌，然后呢，对手就开牌他是 AK 不同花，而且他有黑桃 A 红桃 K， 就是说他还有这个正门花的阻挡牌的组合。那我觉得就算他的范围里面没有红桃，我觉得 AK 都是必须要跟注的因为我还是会有一些潜在的炸胡，所以呢运气不错，我们转牌中了3条，然后成功的赢了一个非常大的底池。接下来呢比较有趣的手牌呢是在 hijack 的玩家，他大约有35000的筹码量，他加注到1700。小盲位的玩家跟注，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55000的筹码量，我跟注了一个 Q6 方块，翻牌是 AK2 3张方块，非常的好，在翻牌就击中了同花，底池大约是5900。小盲位 check，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 check。hijack 玩家呢持续下注1500，小盲位玩家弃牌。那我这边的话，其实就有一个策略要做决定，我可以选择加注我的同花，但是我觉得可以选择跟注。整体的策略来说呢，跟注的频率应该会是比较高。整体原因是因为其实 AK2 对上我的范围里面，我要有好牌，其实真的比较少。我不会有 AAKK， 我不会有 AK， 可能只会有22。所以呢，我当下认为我整体范围是比较弱的情况下呢，我的预设策略呢都会是跟注。所以我们的 Q 花呢就选择了跟注，转牌来一张红桃4，底池8900，然后我又 check。这个时候呢 hijack 玩家呢又选择了下注，而且选择一个非常大的下注尺寸，他选择下注6000。
这个时候呢，还是一个混合策略，我可以选择加注啊。加注的好处的话呢，就是希望它的 AAK 会支付更多的筹码，然后他也不希望看到合牌的方块嘛，这会是一个混合策略啊。我认为当下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选择跟注，再看一个合牌，再做决策。所以我当下呢选择了跟注，然后合牌人来一张黑桃 Q， 我又选择了 check。这时候呢，底池是20900。他想一下，他直接 all in 26000，我就是很轻易的跟注，也是 nuts 嘛，就是我是最大的牌，所以我就跟注。对手开牌他是1对5，然后有方块5，他拿1对5在炸胡。这个炸胡其实理论上，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玩家算是一个还不错，因为很多玩家在我这个情况呢，如果都会选择加注他的同花，或者是3条，或者2对的话，代表其实他扣，然后到合牌，其实他大部分的牌都是不够强去抵抗。这也是为什么我当翻牌跟转牌选择跟注的，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一个欧洲小伙子他有机会在这个情况下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尺寸的下注炸胡的话，那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跟注范围去抓他的炸胡。所以这把牌呢，我觉得非常的满意，赢到非常多的筹码。下一手牌呢是500、1000啊，8人桌。我在 UTG raise 一个 KQ 不同花，我有9万的筹码量，我 raise 到2200。然后我的下家 UTG 加1，他大约5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大盲位的玩家大约有5万，选择跟注。啊，翻牌是 Q32 Rainbow， 然后有一张红桃，底池大约是7600，大盲位 check。这边的话呢，会是一个混合策略啊，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范围呢都会是 check 啊，这我讲过很多次啊，因为 UTG 加1跟注对上我 UTG 的范围呢非常的窄啊，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没有范围的优势，再加上3人底池，其实我们整体的范围呢都会有很高频率的 check， 所以我当下选择 check。然后呢 ，UTG 加1的玩家呢也 check， 转牌来一张红桃6，这是有一个后门花，大盲又 check。这时候呢，我觉得我手牌当然就可以选择价值下注哦。然后我选择了下注2500，UTG 加1的玩家很诡异哦，他选择了 raise 到7000，大盲位玩家弃牌。那我这边的话，我除了跟注之外，我当下的手牌 KQ 是不会做其他再加注这种选项，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跟注。然后呢，合牌来了一张4的话就变成是只要有一张5就成顺了，然后我就 check， 底池大约是21600，UTG 加1玩家呢选择下注了8000。这一个手牌呢最困难的就是这个合牌，它在转牌的 raise， 然后合牌的下注 ，KQ 在这边算是我的相当顶端的范围哦。我当然会有5吗？可能会有，比如说 A5 红桃，我能够想到大概就这手牌。如果是其他的 A5 或者是其他的55的话，转牌我也不会下注。以 KQ 啊，就顶对以上，假设我今天 slow play 我的 AAKK 跟 KQ、QJ、AQ 之类的手牌，我觉得都算是一个相当顶端的范围。再加上我知道我的下家可能看起来比较爱炸胡，所以我当下呢决定还是选择了跟注。然后我跟注了之后呢，看他开一个 Q3 黑桃啊，就2对。然后重点是很奇怪，他翻牌顶2对，然后 check。重点是他面对我 UTG 加1的范围，他也不应该玩这个手牌，所以就是让我知道了很多资讯啊，就他翻牌前玩太宽的范围。但我觉得合牌的跟注，以实际上的状况来讲，我觉得长期应该是不会到太差，但实际上还是要看玩家炸胡的频率，所以这手牌让我损失了一点筹码量。接下来这手牌呢，大概是比较不舒服的一手牌啊。7人桌，我在 UTG 我有7万的筹码量，我加注到2500。我拿 AK 不同花 ，Hijack 玩家跟注，小盲位的玩家呢，他有9万的筹码量，他选择了3次下注到8500。以电脑的预设策略呢，他一定会希望我这边 AK 可以考虑直接 all in。当然呢，我在这边如果有7万的筹码量的话呢，也可以选择4次下注到2万左右，就是不超过我1/3的筹码量的下注的尺寸选择。对于现场的玩家来说，如果我认为他们翻牌之后会犯一些错误的话呢，我觉得小尺寸的下注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当下选择4次下注到2万。IJ 玩家弃牌，小盲位呢选择了跟注，然后翻牌是13方块黑桃5，底池44900，小盲位 check。我的策略里面呢会是一个100%的持续下注哦，原因是因为我们4次下注的范围呢是一个绝对领先它的范围。我选择下注14000，小盲位的玩家 min raise 到28000。首先呢，我们这边呢绝对不会考虑弃牌哦，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赔率绝对都足够，就算它是 JJQQ 哦，我们都应该可以跟注，然后看一个转牌。这手牌也可以考虑 all in。all in 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贩卖前它不太会有大对子，但是我们会有所有的大对子。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就算 all in 被跟了，我们还是潜在有机会是领先的，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同花买牌，比如说 AJ、AQ 方块啊，甚至是一些 A9 方块。假设他今天选择3次下注，然后扣我的 4 bet，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个8899 race， 然后想要知道我是不是没中，会不会弃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潜在的状况来讲，其实我 all in 还是有很多的好处，跟注呢也是 OK 的所以呢，我当下选择了一个跟注，转牌是一张7，底池是100900。这个时候呢，我剩下2万4，对手比我多嘛，所以对手就 all in。那这手牌的话，假设就以纯odds的话，我们只有6个odds所以我们假设它是有对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没有足够的赔率继续，所以我只能弃牌。那我在想，如果转牌是一张2或者是一张4让我们有多一个卡顺的机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AK 呢是一个明确的跟注。实际上这个合牌呢，其实也是相当的边缘那我们一个准则就是，只要是现场的状况呢，你只要觉得很边缘、很接近我觉得弃牌都不是一个太糟的选择。所以呢，当下我就选择了弃牌。但是这手牌呢，也让我的筹码量大幅的损失剩下大约22000左右。接下来手牌呢是在600、1200的盲注级别，我在 bottom 位大约有21000，然后我选择了加注一个 K2 方块，我加注了2500。小盲位的玩家呢，他有4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大盲位呢有5万的筹码量，也选择跟注。翻牌是 A19 3张梅花，然后底池8700。小盲位 check， 大盲位 check， 然后我们这边呢会是一个可以考虑持续下注，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K2 方块呢不是一个特别好，我们希望我们的手牌至少要有一些方块，我觉得会比较好。但不管当下呢我还是选择下注2500，小盲位跟注大盲位弃牌。转牌来一张方块 Q， 底池13700，小盲位又 check。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转牌来一张 Q 的话，其实多了一个卡顺的机会。只要你的牌有多odds的机会呢，它都是一个潜在可以下注的炸虎的手牌选择，会是一个比较低的频率因为我觉得同花的手牌会比较适合也就是说一张的梅花会比较适合。当下呢，还是决定了下注，因为我认为它翻牌跟注会有一些太随机的范围，就太宽的范围。那我认为都还有足够的弃牌率，我选择下注大约半个底池6500，然后呢小盲位弃牌这边呢又赢下来一个底池。接下来这手牌呢是我在 CO 位，我有3万的筹码量，我选择了加注一个 AK 不同花。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大盲位玩家大约有5万的筹码量，他选择直接 all in，我有3万的筹码量。那 bottom 位的玩家呢，大约有3万5，所以实际上这手牌的有效筹码量呢，大约是30个大盲。那我认为它30个大盲 all in 范围对上我 CO 位呢，它可以考虑到加注所有的对子。当然有一个跟注的玩家的情况下，他可能不会 all in 55，但我认为7期以上它都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我觉得 A10同花、AJ 不同花都是一个很合理的 all in。所以对上这个范围呢，我会跟注的范围就是至少会是88、99以上对子我一定不会弃牌，然后 AQ 我一定都会跟注。所以呢，我的 AK 当然不用讲，但是跟大家讲一下我整体的跟注范围，我是 AK 我跟注，然后大盲位是 AQ 不同花，所以这把牌呢让我筹码翻倍。这个盲注级别呢是刚刚讲到是600、1200嘛，接下来几个级别呢没有发生太多有趣的手牌然后接下来这手牌呢是1500、3000的盲注级别，那我们大约有6万的筹码量6万的筹码量呢大约是20个大盲，8人桌的 UTG 加1 race，CO 跟注 ，button 跟注我们在大盲位有一个 J4 梅花，多人底池呢当然是一个跟注，他们的筹码量都比我多所以我只有6万，所以有效筹码大约是20个大盲。翻牌是 Q16 3张梅花，底池28500，我们击中了一个同花，全部人都 check。转牌来一张9 28500的底池呢，我选择了下注1万 ，CO 位玩家跟注单挑。合牌呢又是一张9，然后底池48500。当然，我不会说因为开2张9，所以就担心有 full house。我认为我们的 J 花呢，应该还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只要是同花的手牌呢，一定会偏向选择大尺寸多一点它在多人底池，它可能有些顶对甚至是后门3条，我觉得都有机会或者是一些顺子的组合KJ 不同花都是有机会的。对上这些手牌呢，都会跟注，而且都会输给我。所以我当下呢，底池48500，我选择了 all in 43000。对手呢就是一副很痛苦的样子，那我想说很痛苦的样子就赢好了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会输？然后他很痛苦的样子，然后他选择跟注，然后我开了我的 J4 梅花，就他竟然开出了 A5 梅花，他就是 A 花，然后翻牌慢打，然后开了一个 turn 9 river 9嘛，他觉得他好像有机会输了，反而是我输了这样子。然后呢，这把牌呢就是这个赛事里面的最后一手牌，中了一个 J 花，然后输给一个 A 花，非常的不幸。